第一课，职业抱负。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？我喜欢与人交流，所以我可能想成为一家零售店的销售员。听起来你太合适了，你性格真友善。谢谢，我相信我能让顾客的购物体验更加愉快。当然，你的热情一定会吸引很多顾客。希望如此，能帮助别人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，真是太有成就感了。确实如此，而且你还能学到宝贵的沟通技巧。是的，我可以深入了解客户的偏好。这视角太棒了，我钦佩你的雄心壮志。第二课，举重的好处。您是否曾考虑过将举重作为日常锻炼的一部分？是的，我相信举重对增强力量很有好处。我每周做2次，并且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改善。太厉害了，坚持真的能改变体能。确实如此，每次训练我都感觉更强大，更自信。我可以想象，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我特别喜欢硬拉和卧推，它们非常有效。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，我也应该把它们纳入我的日常生活中。当然，让我们互相激励，共同实现健身目标。第三课，倾听的艺术。您是否考虑过在工作场所积极倾听会有多大益处？确实如此，当我们积极倾听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同事的观点。确实如此，这能营造一个更具协作性的环境，不是吗？绝对，当人们的想法得到认可时，他们会感到被重视。这可以提高团队成员的生产力和士气。是的，而且它通常会减少误解和冲突。我完全同意，一点点关注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。它可以将平凡的会议转变为充满活力的讨论。看来关键在于充分参与，而不是仅仅听取意见。第四课，会议时间。我对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感到非常兴奋。有多少人会参加？当然不是，人越多越好，这样讨论总是会很热烈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早上9点见面吧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相信我们的会谈一定会富有成效。是的，早期的会议通常会带来新的想法。我同意，充满热情的开始新的一天真是太棒了。我会确保给大家带些茶点。这真是贴心的举动，这总能让人心情愉悦。确实如此，我期待听到大家的想法和贡献。第五课，芳香疗法的益处。您尝试过芳香疗法吗？
是的，这真是放松身心、集中注意力的好方法。绝对，合适的香味能显著改善人的心情。你试过薰衣草吗？它特别能让人平静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它让我紧张的日子变得平静。我发现柑橘香味可以让人精神焕发，充满活力。这观点太棒了，它们真的能提高生产力。我相信每种需求或场合都有一种香味。确实如此，芳香疗法是一种多功能的健康工具。第6课，烹饪的乐趣。我必须说，烹饪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能。当然，能做出美味的饭菜真是太棒了。是的，这也是一种表达创造力的绝妙方式。我完全同意，尝试不同的口味确实很刺激。此外，与外出就餐相比，在家做饭可以节省很多钱。这可是个大好处，还能让我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确实如此，家常菜通常比外卖好吃。我很乐意与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烹饪创作。这才是最棒的，美食能以最令人愉悦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第7课，学生行为。您认为哪些学生行为是不可接受的？大学必须关注破坏性活动。我完全同意，不尊重他人的行为会破坏学习氛围。是的，这会给学生和教职员工带来消极的氛围。我认为机构设定明确的期望很重要。当然，指导方针可以帮助维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此外，及时解决问题可以防止问题升级。这是明智的做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开放的沟通是关键。最终，培养学生的尊重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第8课，刚刚下车。今天您要去什么令人兴奋的地方旅行吗？我不是在旅行，只是去机场送朋友。你真周到。你接下来要去哪儿？我可能会在等他回来的时候探索附近的地区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那附近有很多很棒的咖啡店。是的，我听说过一家供应美味糕点的迷人咖啡馆。你一定要去看看，一份美味的零食总能让人心情愉悦。我同意，看书喝咖啡放松一下也不错。我们希望你的朋友不要花太长时间。第9课，黑色手提箱。我注意到车站里有一个手提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真的吗？它是什么样子的？这是一个黑色的手提箱，带有红色的手柄和一条小划痕。
听起来很特别，不知道是不是附近有人的。我希望如此。行李丢了可真麻烦。是的，特别是如果里面装有重要物品。您认为向车站工作人员报告此事明智吗？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小心为妙。当然，确保一切井然有序总是好的。第10课，周6计划。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周末的会面。那么星期六10点30分见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带上所有必要的材料。太好了，我很想讨论一下我们的计划和想法。我相信那段时间我们会取得很多成就。是的，这些头脑风暴会议可以带来奇妙的结果。我也很高兴听到大家的意见。当然，合作往往能带来最佳解决方案。让我们使这次会议富有成效，并且愉快。第11课，竞争性报价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保持市场竞争力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我们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和灵活的付款计划。这策略太高明了，它吸引了更多受众。是的，它可以让顾客更安心地做出决定。我相信提供选择可以显著提高客户满意度。确实如此，当顾客感到被重视时，他们更有可能再次光顾。这也体现了我们满足他们需求的承诺。是的，建立信任对于长期关系至关重要。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提案清楚地突出这些优势。第12课，打包技巧。当我们准备旅行时，打包行李时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？前往机场之前，务必记住称量行李。说的太好了，超重行李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。没错，最好避免在值机柜台遇到意外。我还发现创建一份装箱清单很有帮助，可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东西。这真是个明智的策略，以后可以省去很多压力。此外，按类别组织物品也是有益的。我同意，这样当你到达目的地时，拆包就容易多了。让我们确保为未来的旅程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第13课，观赏性体育运动。您是否考虑过观赏性体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彩？事实上，许多定期举行的比赛都依靠赌博来吸引观众。这真是太有趣了，不是吗？投注的刺激更是锦上添花。绝对，我相信它能提升很多粉丝的整体体验。它确实创造了一种参与感，让观众感觉自己是行动的一部分。是的，而且赌注往往会使结果更加令人兴奋。
您曾经对比赛或游戏下过注吗？是的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我更喜欢在没有下注压力的情况下享受比赛。这很公平。有时候，只是观看比赛，为自己喜欢的球队或球员加油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第14课，雨滴放松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喜欢雨滴的声音。确实很放松，它有一种抚慰人心的作用。我同意，它常常让我陷入沉思。是的，它是阅读或放松的完美背景。没错，我经常一边听雨声，一边喝着热茶。听起来真棒，我觉得它能增添家的温馨氛围。当然，你试过听着雨声入睡吗？我去过，那里非常宁静，就像大自然的催眠曲。确实如此，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能带来如此大的安慰，真是令人着迷。第15课，标题建议。我之前读过你的文章，我有一个建议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认为你应该把标题改得更有趣一些。好主意，好标题肯定能吸引更多读者。没错，一个吸引人的标题真的能吸引眼球。我完全同意，毕竟这是第一印象。正是如此，您觉得什么样的标题更合适呢？也许一些更有趣或更戏剧化的事情会更有效果。听起来很有希望，让我们一起集思广益，看看有哪些方案。第16课，谈判技巧。当开始一个新项目时，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记住。好的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协商开始日期是至关重要的。这太有道理了，清晰的时间表可以避免以后出现误解。确实如此，他为每个参与者设定了期望。此外，它还能让双方做出更好的规划。没错，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，开放的沟通是关键。我完全同意，它促进了协作环境。当然，很高兴我们对此意见一致。第17课，寻找目标。我想花点时间思考一些个人的事情。当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，但我还有很多值得活下去的事情。这视角真有力量，关注积极的一面很重要。是的，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时期，也总有一线希望。没错，关键在于从细微之处寻找意义和目的。我正在学着欣赏旅程，即使它很艰难。这态度太棒了，
展现了韧性和力量。谢谢，我相信，只要心态正确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第18课，飞行体验。当飞机向上飞行时，你听到女孩们的尖叫声了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她们的兴奋之情感染了我。太搞笑了。Tasha 把飞机调平了，然后就顺利飞行了。她处理得像个专业人士，这对每个人来说肯定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确实，我很佩服她在激动人心的时刻还能保持冷静。当然，驾驶飞机需要技巧，尤其是面对紧张的乘客。我只能想象他感受到的肾上腺素激增。是的，飞行的乐趣一定让他兴奋不已。我认为看到年轻人在航空领域追求自己的梦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第19课，历史上的入侵。历史可能相当令人着迷，尤其是在讨论入侵时。确实如此。爱尔兰在公元800到900年代遭受过袭击，当时局势相当动荡。是的，然后在12世纪，英国人入侵了爱尔兰，导致了重大变化。没错，每次入侵都塑造了爱尔兰的文化和地貌。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现代社会，这很有趣。绝对，了解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珍惜当下。我想知道，在那些动荡的年代，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这肯定是极具挑战性的，但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。确实如此，历史常常给我们关于力量和生存的宝贵教训。第20课，父母的建议。有时，我发现自己希望能够更加独立一些。我理解，你是不是觉得太多建议了？是的，有时候我希望他不要给我那么多建议。当别人心怀善意，但却不承认你的自主权时，这可能会很有挑战性。没错，我想我现在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了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并从经验中学习很重要。我同意，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我更喜欢自己做决定。这才是健康的心态，它体现了你的成长和自信。谢谢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我命中注定的自己。第21课，杂货店购物。今天我们在杂货店能找到什么？嘿，你今天去买菜了吗？我做到了，我设法买到了大部分必需品。太棒了！你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是的，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有机零食新品牌。太令人兴奋了！有机产品现在很受欢迎。是的，我相信他们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健康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一直在寻找有营养的食物。
下次我们一起去购物吧，探索一番应该会很有趣。第22课，时尚建议。你知道，我认为在时尚方面拥有诚实的朋友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互相提供真诚的时尚建议。我同意，有人跟你说实话，真让人欣慰。是的，它可以避免我们犯下时尚失礼的错误。没错，朋友之间应该互相鼓励，哪怕是在风格选择上。我也相信，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很重要。绝对，这就是我们成长和完善个人风格的方式。让我们承诺永远真诚地对待彼此的服装。我完全赞成，这会让我们的购物之旅更加愉快。第23课，夏洛特的音乐之旅。您听说过夏洛特最近的成功吗？是的，我录了。他现在已经录了3张专辑，2001年有望推出第4张。真是厉害，他在音乐界可是小有名气了。绝对的，他的敬业精神和才华在他作品中熠熠生辉。我很好奇他即将发行的专辑会是什么样子，有什么关于方向的提示吗？我相信他提到过想要探索新的流派，这令人兴奋。看看他的风格如何演变，将会很有趣。是的，艺术家经常随着每个新项目而成长和改变。我期待听到他的新音乐，并参加他的音乐会。第24课，南瓜雕刻乐趣。万圣节快到了，你想过雕刻南瓜吗？是的，这真是个有趣的活动。在南瓜顶部切个洞，把里面的果肉掏出来。没错，然后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，雕刻面孔或图案。我喜欢看到人们提出的所有创意。我也是，有些人用简单的南瓜创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艺术品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此简单的任务可以激发出如此多的创造力。我们不要忘记美味的南瓜子。哦，当然，烤完之后吃起来也是一大享受。这似乎是度过秋日午后的完美方式。第25课，历史见解。这个国家在17和18世纪的历史非常有趣。确实如此，那是一个重大变革和发展的时代。绝对的，殖民和贸易路线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那个时期的文化交流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事物。历史事件对现代社会产生持久影响，这很有趣。没错，了解过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。我很想更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。我也是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纪录片或者书。这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
知识总是能让人充实。第26课，海滩度假。听起来很棒。你在那里做什么？我们整天在清澈的海水中晒日光浴和游泳。太棒了，听起来真是完美的放松方式。确实如此，我们还游览了一些当地景点，品尝了美味的海鲜。我想象日落也一定美得令人窒息。确实如此，每天傍晚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欣赏天空变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布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，我真想体验一下这样的度假。你应该去，它能让人身心焕发活力。我很快就要计划一次旅行了。第27课，软饮料意识。您是否知道许多软饮料含有大量糖分？是的，这令人担忧。当人们频繁饮用软饮料时，它们会摄入大量的糖。确实如此，久而久之，这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。人们了解自己所消费的东西非常重要。我同意，喝含糖饮料适量最重要。也许鼓励人们喝水或喝凉茶等替代品可能会有所帮助。这建议太棒了，小改变就能带来大改变。是的，传播意识可以激励其他人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让我们继续在朋友和家人中推广良好的习惯。第28课，意外事故。您是否曾经在搬运东西时不小心撞到过别人？是的，我没有刻意去做这些事，只是偶尔会发生。这会很尴尬，不是吗？确实，有一次我走路的时候，因为分心把饮料洒了。听起来真不幸，希望对方能理解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对此相当幽默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笑声能缓解这种尴尬的时刻。绝对，我们偶尔都会笨手笨脚。毕竟这是人性的一部分。第29课，祈祷时铭记。在冲突时期，反思那些受影响的人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的祈祷中，我们理应缅怀那些在我们国家失去亲人的人们。绝对，在困难时期，同情心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它提醒我们人类共有的人性。互相支持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需要的时候。我同意，给予善意能给那些受苦的人带来安慰。我们还应该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帮助社区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每个小举动都很重要。携手并进，我们就能做出有意义的改变。第30课，时尚困境。最近我一直在为我的衣柜而苦恼。哦，
这真是个常见的问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我没有衣服穿去参加即将到来的活动。你要去哪里？这是一次正式的聚会，我希望以最好的面貌出现。我明白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，淘点好东西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我可能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。当然，我很乐意帮你挑选完美的衣服。谢谢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。第31课，最后细节。我认为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最终细节，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。这确实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仔细讨论一下所有事情，确保大家意见一致。没错，在继续之前，我们必须澄清所有不确定因素。我完全同意。你希望上午开会还是下午开会？我认为早上是最好的时间，因为我们可以以清醒的头脑来处理这些任务。听起来很完美。那么我们10点钟可以吗？10点钟我比较合适，我会提前准备好议程。太好了，我会带上所有必要的文件，方便我们讨论。太棒了，我们为会议做好充分准备，总是能取得丰硕成果。第32课，狼与人。令人着迷的是，狼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圣弗朗西斯的手中。真是耐人寻味，狼似乎对人类充满了信任和理解。是的，动物能够与人类建立联系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这证明了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力量，你不觉得吗？当然，大家的反应也非常感人。他们最初很害怕，但狼的行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。人与兽合一的那一刻非常令人感动。确实如此，自然与人类找到共同点，真是令人感到温暖。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对所有生物的责任。第33课，马克·吐温。您是否曾经深入研究过塞缪尔·克莱门斯，又名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？确实如此，马克·吐温是一些最受珍视的文学经典的作者。他的幽默和机智是无与伦比的，你不同意吗？绝对，他讲故事的能力抓住了美国生活的精髓。我发现他笔下的人物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共鸣，尤其是哈克贝利·费恩。哈克贝利·费恩的冒险真实地反映了青春与自由的斗争。正是如此，马克·吐温将幽默融入严肃话题的能力真是高超。这是一种独特的技巧，至今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您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？第34课，奶油质地。您曾经尝试过奶油质地的甜点吗？是的，我吃过。我发现奶油甜点真的非常美味。
您想要多大尺寸的甜点？我会选择一种中等的，我不希望它太过强烈。这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中等尺寸通常能达到最佳平衡。确实如此，有时候好事太多反而会破坏体验。一切都是为了享受美味，但不要过度沉迷。确实如此，我相信适度是关键，尤其是甜点。我们下次出去吃甜点时，可以探索一些选择吗？第35课，室内活动。这听起来很令人放松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不过待在室内太久不会无聊吗？我必须承认，我确实时不时的喜欢一些户外活动。我理解，新鲜空气确实让人精神焕发。正是如此，室内和室外时间的良好平衡至关重要。当然，你最喜欢哪些户外活动？我喜欢徒步旅行和探索新路线。你呢？我喜欢骑自行车穿过公园，这既锻炼身体又享受乐趣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计划一次户外探险。